如果这个攻击进一步的扩大，造成伊朗本身政权当中产生很大的反扑，第一个，它涉及到所谓的美国、中国跟俄罗斯三个之间的大者关系；第二个，那如果伊朗它还有能力进行报复，它如果封锁荷姆兹海峡，它对全世界1/3的石油贸易以及卡达100%的有关于天然气运输会产生影响。第三个，因为伊朗本身不是单纯是伊朗，它还有所谓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所谓包括也门。如果它透过这两个部分来讲话，特别是透过也门，好这样一个胡塞组织，对有关于红海进行骚扰，那苏伊士运河就会产生问题。礼拜六我们看到了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也就是伊朗真的被攻击了，而且发动攻击的是以色列。以色列的防长呢向外界宣布对伊朗展开预防式的攻击，所以呢在礼拜六突然在下午的2点多的时间呢，在台北时间下午2点多就传出了德黑兰发生了多起的这个爆炸事件啊。那么根据外电的报道呢，是被飞弹攻击。另外呢，外电也报道说，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试图还要暗杀伊朗的总统佩泽斯奇扬，没有暗杀成功，因为呢这个暗杀任务后来被证实是失败的。但是伊朗的精神领袖哈米尼呢，目前则是被报道他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啊，因为也怕他的人身安全这个有疑虑。好，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这2天其实有关于伊朗跟以色列，甚至接下来美国会如何的来介入跟配合以色列来打击伊朗。那所以先请吴怡老师帮我们做一个短评啊，对于中东地区的地缘安全，现在您觉得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是会不会造成蔓延、肆意，甚至是可能会有一些波及？以色列这一次先发制人，应该在预期之内。美国已经有2艘航母，对，福特号跟林肯号已经部署完成了。那以色列这一次对伊朗的攻击，它只能是空中的攻击，因为两者之间，德黑兰跟特拉维夫距离将近1700公里远，所以绝对美国跟以色列都无法派遣军队去进行对伊朗进行占领嘛。好，所以这一定是停留在有个空中的攻击嘛。那攻击的目标主要的锁定应该是在核子措施。攻击的作为，我相信也不容易让伊朗的这样一个8800万人的具有什叶教派的政权因此而垮台嘛。对，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我们就要看后续性会引发哪些效应。如果这个攻击进一步的扩大来讲的话，造成伊朗本身政权当中产生很大的反扑，至少有几个。第一个，它涉及到所谓的美国、中国跟俄罗斯三个之间的大者关系。因为伊朗的90%以上的石油的输出是来自于中国的。第二个，那如果伊朗它还有能力进行报复，它如果封锁荷姆兹海峡，它对全世界1/3的石油贸易以及卡达100%的有关于天然气运输会产生影响。第三个，因为伊朗本身不是单纯是伊朗，它还有所谓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所谓包括也门的所谓的严格讲和他的所谓的兄弟的。好，我们看到，如果他透过这两个部分来讲话，特别是透过也门，好这样一个胡塞组织，对有关于红海进行骚扰，那苏伊士运河就会产生问题的。因此不走苏伊士运河，本来19天的时间绕到好望角就要将近33天的时间。所以这个事情如果短期只是空袭，双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倒罢了。如果进一步长期下去的话，对石油贸易、对能源，乃至于对全球运输、对大国的博弈当中，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是3个后续要观察的重点哈，这也是我进一步想请教庄老师的，因为特别是在经济的层面，那现在担心的是战争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的一个影响，特别刚刚提到是苏伊士运河，还有包括荷姆兹海峡，因为伊朗先前也威胁了他，如果一旦被攻击的话，他不惜可能要封锁荷姆兹海峡。那荷姆兹海峡当然。刚刚吴怡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占了全球原油的运输量有20%啊，快要20%，这个量其实很大的。那您接下来评估啊，这个战火如果真的外溢，或者是说规模变大的话，对于经济的影响会怎么？是这个议题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如何打的问题。说打不打是因为说来意外，说来也不意外，因为外界的风声也很多，包含各主要国家，包含中国在内都要求这个国民不要前往。这个以色列、伊朗，甚至呢有撤侨的一个呼声哈，所以这不意外。但是问题是说，这个打击如何打，
包含第一个是警告性的打击，第二个就是重点打击，第三个是全面且持久打击。因为我们无法预判是属于哪一种层面的打击。如果说到最坏层次，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面持久打击的话，刚刚我们张老师提到那些能源危机，甚至世界航运的这个航道的一个这个涌塞等等就有可能发生。所以目前要判断似乎言之过早。不过可以注意到，在美国相关新闻媒体下面留言，几乎多数都是反对川普政府的行动。尽管美国政府声称这次行动的理由在于伊朗已研发射程可及美国的飞弹。此外呢，去年6月的这个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之后呢，伊朗还是不死心继续研发。但是很显然来看，民众似乎不买单。OK， 这个伊朗现在也放狠话了，他说，被打了之后呢，他们会进行全面式的，而且是毁灭性的报复行动啊。那接下来他们的规模会是如何？还有呢，它的影响层面，我们会继续的带着大家透过节目来关注。好，在农历春节啊，进入3月份，马上很快就进到3月份，还有一件国际大事啊，也是全球都在瞩目，也就是西川会。中美2国的这个大国元首会啊，现在备受瞩目。那可能的这个西川会呢，现在有谈到的，包括这个日期啊，甚至已经看到是3月31号到4月2号这几天。目前听到美方的说法是，川普呢会在这几天呢访问中国大陆，而且会会晤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也有媒体啊，对于这一次川普的访中行可能的结果，先打上了一个问号。这家媒体是香港的媒体《南华早报》，他们就指出呢，因为现在的准备工作不足，中美双边的接触又不利，所以预期成果呢可能因此而缩水。南华早报也认为呢，川普不愿授权、轻视程序，还有呢太专注于追求速成的作风，让中方也忧心忡忡，甚至可以说是陷入焦虑。在此之前呢，美国国务卿 Rubio 才说啊，在川普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前，美中先前长期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战略稳定。其实也可以看到，最近美国对外似乎也一直在营造这个川普访中的和谐气氛啊。但有一个重点，中方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低调。那保持低调的原因，我先请教吴老师，你怎么看？我想这是中方一贯的立场。不管是这一次的有关于4月份要举行的西川会或者川习会，还是上一次在去年在釜山的这个会议，那中方都是在最后一刻才公布，压到最后一刻。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像这样一个所谓双方正式的会谈，这是应该算是川普在2017年以来8年多来第一次有美国的总统正式访问中国。这第一个我们看到2017年来。那第二个，以川普的个性，不可能去中国访问，他不会宣称，不会吹嘘，这是一个伟大的成果，这是一个所谓的人类重大的国情咨文就可以听得出来。那第三个，可是现在也很清楚，美中的问题有3个问题是存在的。第一个，双方时间都非常赶。现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处理两会的问题，对，美国最重要的是处理内部的所谓关税的问题。那第二个，不仅是时间很赶，双方什么？双方严格讲的所谓的内政的议题都高度的制约。最重要什么？美中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大概很难透过一次性的会谈就能够取得重大成果。所以老师，您觉得哈，如果就是这样，那低标呢？你看怎么？我想有几个东西一定是可以肯定的。只要双方领导人见面，代表什么？代表美中各个管道之间的对话管道的机制是健全的。OK， 双方可以透过有关于最高领导人的峰会，双方可以透过 Rubio 跟所谓包括我们看到王毅之间的对话，双方也可以透过何立峰跟贝森特对话来解决美中之间所存在的分歧，让它不至于失控。这个一定是会达到的。第二个，目前为止面对这样一个双方贸易战、科技战当中的分歧，我相信这一次的会谈也会取得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谅解，甚至是延后的，不让所谓经贸的议题、科技的议题困扰的中国的第15个5年规划，也不让美国期中选举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嘛。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我相信大概中国方面加大对美国有关于农产品的采购、工业产品的采购，以及包括其他的这样一个包括所谓的市场的开放，这个部分是必然的。因为川普最喜欢吹嘘这个部分嘛，我们很难想象到说，川普到中国访问，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农产品不采购，对他的所谓波音飞机不采购，工业产品不采购，这个让川普回去怎么自我吹嘘？最重要的，这一次的川普正式访问中国，也会决定了
习近平回访美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今年是3月份或者4月份，那川普成功的访问中国，不管访问有没有成功，川普都一定会吹嘘他是成功的。对。那第二个，那接下来当然就是习近平的回访嘛。还有11月，所谓我们看到18号到19号的 APEC 会议在深圳召开，以及12月份的 G20 会议在佛罗里达、迈阿密召开，所以美中的领导人会有所谓4次的这样一个对话。是。那不管他们是直接面对面的会晤，还是透过所谓的必要时候的直接的通话，都能够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分歧，让这些分歧不至于所谓失控。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其实你说那个。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所讲的，就美中之间如果维持一个战略的这样一个沟通的管道，让沟通管道针对敏感的问题不失控，这个问题应该达到了。对，但是如果要解决双方所存在的一些严重的敏感的问题，我相信当然一次的会晤，不要说一次会晤，4次会晤可能都解决不了吧。对，起码这一次如果真的顺利成型的话，低标是可以达成的，一定会达成的。对，但是而且这次的达成一定会。关系到后面3次当中能不能顺利举行嘛？对，而且对于这个美方来讲，尤其是川普来讲的话，贸易休兵这个有助于年底的选情。对他年底的11月3号，因为今年很重要的2个美中台3边关系，在今年大概都有3个议题的关注的。就美国来讲，11月3号，那11月3号进行期中选举，那期中选举一旦川普失去了众议院，众议院是掌管有关于财政这个部分的，如果他失去了众议院，他就变成是。哪怕他只是孙悟空，他头上就戴个金箍咒。如果他还失去了参议院，那他就不是孙悟空戴金箍咒，而可能变成猪八戒了。对，好，所以从这角度来看，他是关注这个议题嘛？是，习川会其实也牵动了两岸之间如何来互动跟接下来的发展啊。因为呢，在2026的大家都关注的是这个中美元首，特别刚刚吴岳老师讲，2017年以来的中美元首再次的见面，当然牵动着两岸、台美跟美中台3边关系啊，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那尤其呢，2月初我们知道习川两人通了电话，特别在电话当中，习近平点名了，就是川普你要好好的处理对台军售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很重要。两岸之间呢，这礼拜也看到了新华社最新公布了一批禁用语的规范。这个禁用语呢，这个内容加起来看起来总共有102条啊，包含了国际关系啊、港澳台、领土主权、宗教、民族等等。那其中关于台湾的表述规范，那禁止提及两岸3地，还有不得使用中台含有并列意义的词语啊，甚至像是Formosa 福尔摩沙这些字眼。所以针对新华社最新针对有关两岸的这个词语的禁止规范，我们怎么解读？张老师？是这个应该来讲不是新闻的了哈，因为已经几十年了，特别是我们从事新闻行业最清楚啊。那这一次特别强调，而且把管制范围增加，我想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就是维持一中框架，还有建构台海问题内政化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避免把什么两岸3地啊，这个中台并列或对等，避免认为说，台湾、香港、中国是对等并列的，所以避免违反一中框架。第二个，只是我们讲到的就是说，有些人觉得，怎么福尔摩沙这种中性名词也不能讲？也就是说，中共方面他希望能够撕掉历史的负面标签，因为福尔摩沙是当年17世纪大航海时代这些帝国主义殖民行动所带来的名词。对，那不是一个中性名词。回推历史的话，就400年。对，有时候我们在强调说要把台湾抽离大中国历史，会喜欢用这个名词啊，甚至一些台派人士喜欢用的。是，所以中共方面也不乐见这种情形。第三种情况就是说，避免偷渡任何有台湾实质主权的官衔或单位名称，好比说总统府他们规定要叫说这个台湾领导人办公室，那我们的行政院他们能叫台湾行政院，他们叫做台湾的行政管理部门。那立法院他们叫台湾民意机构。那我们的国防部长他们叫防务部门主管，也就是说避免在这些用词偷渡台湾主权。最后一点则是所谓的国际话语权的控制，因为有一句老话嘛，国际话语权的边界就是国力的边界。那如果能够掌握国际话语权，相当于把国力拓展到这些领域去。不过我们在台湾也不用太担心了。第一个，它规范它的，我们还是讲我们的。尽管新华社的做法不止新华社，还包含大陆的各媒体、入口网站，还有跟大陆往来那些外媒，但是我们还是讲我们自己的。好，第二点呢？事实上呢，我们自己也有相关做法哈，比如说我们是
学校会派参访到大陆嘛，哈。那比如说我们文化大学去山东省，山东省叫鲁嘛，哈。我们台湾教育部就很反对鲁台青年联礼，因为认为把我们台湾矮化，变成就是说跟山东省并列，所以我们只能叫两岸青年联礼。那最后一点，也就是说这回事到底是两岸关系不好的因还是果？我认为可能是一个果，因为当年两岸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叫中华台北。他在他们的内部电视节目还会这样称，但现在一律称为中国台北，是，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两岸之间，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是能够气氛是和缓的哈，不要进入到军事状态哈。这个军事方面，其实也看到农历春节期间，大陆的央视啊，这个国防军事频道叫利剑，这个频道呢，在春节期间呢，就做出了一个专题报道，他们要深入探讨的是福建舰的供电系统啊，特别 focus 在这个风电系统，其中呢，特别针对常规动力的航母，曾经被质疑说没有办法满足电磁弹射的瞬时高能耗的要求，所以点出了，因为福建舰创新采用了超级电容储能技术，所以呢，它的充电时间很短，可以独立承担脉冲负荷，避免对于这个主机动力系统的冲击。好，那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之前他也曾经针对这个电的问题他说当前人类处于技术起点，像 AI 跟机器人呢都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将来都是大趋势。AI 需要极大的电力，可以透过太空来解决，但地球的电力则要靠储能解决，所以这个部分专业的要请黄老师来告诉我们，在概念上怎么去理解储能这样的一个方式。这其实一个很有趣的议题我们讲到储能之前，它储存的是能量嘛。那其实我们热力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能量每经过一次形态的转换，它都会有所耗损，它不太可能100%的转换。所以储能这件事情，它真正意义上是为了做到什么事情？为了让我们需要用能源的时候，它是可以及时去提取的。那在储能方面呢，我们可以分成3种形式来描述它。那其中2种是真正意义上的储能，比方说，我把它储存在一个用化学的方式把它储存起来，它可以给我很高的能量密度，就像一个马拉松选手一样。它可以不断的稳定的供电，我有一个很大的水缸，然后很细的水管，细水长流的去供应这个电。那另外一种就是像这次福建舰采用的超级电容的方式，其实很多交通工具在启动的时候需要比较高的瞬时能量的时候，它有一个比较高的功率密度，那我们就会采用这样子的一个储能方式，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储能。那另外一种其实像黄仁勋或者是像Elon Musk 他们其实都有提到说，AI 跟储能，或者甚至有人提到 Bitcoin 跟储能的关系。当我们人类，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去运转这些发电机或者去产生能量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随时把它停下来，它是必须24小时不断的去运作。但实际上人在供电的时候会有高峰期跟低峰期，那我们怎么样有效的把这些低峰期的时候的电力，我持续把它填满，我不见得要直接做一个储能的转换，这是第3种叫动态上的一个储能方式。OK， 就是几种储能方式因为特别在这次看到，央视的军事频道点出了福建舰它的用电系统，就是特别是储能这一块它特别也点到了最核心的技术呢，就是以中国大陆工程院院士马伟明他所带头研发的一整套的这个综合电力系统。那他们也表示说，在这个系统的支持之下呢，由航母的中央配电系统来供电，布置了电磁弹射器，还有配套的储能装置而且布置电磁拦阻装置以及新型船载的电子设备。其实简单白话一点讲呢，就是说，电磁弹射它需要很大的电力，可是它必须透过现在这个尖端的储能的一个方案，使得它的充电时间变得更短，然后呢，能够来因应在未来新形态的这个航母，特别是在福建舰上面它这个电磁弹射的需要。好，那所以刚刚这个黄老师也特别提到，就是让我们有概念性的了解到这个储能那现阶段这个储能的状态，比如以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们已经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您的了解是？这个储能现在全世界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分为几个层次嘛。那一个是所谓的我在民用基础上的基础建设型的，然后以及到我移动型的。那么在基础建设型的未来可能比较大的趋势是大型的一流电池堆。这个可以做比较大量的一个储能，然后储在电池里，是，主要还是储在电池里为主嘛。那再来就是当然是锂电池是移动式的，比较安全的一个固态电池的一个状态。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储能的方式。所以一个是基建型的储能系统，应该说储能电网里面的储能系统，然后跟可移动式的储能系统。那我们再回来看到福建舰它这边，因为福建舰它续航力的部分，它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供电系统。就我们刚刚讲，它能量密度很高，细水长流，它可以供应的是福建舰的运动跟它里面的机电系统。但我今天即使要弹射的时候，它把它的机电系统拆解开来，它在做了一个超级电容的系统里面，我就可以先把部分的能源存到超级电容，有需要的时候就很像那个钢弹要发射那个雷射炮的时候，它得蓄能，我就把这个能量蓄好了，然后瞬间的时候产生一个爆发，那我的电磁弹射系统就不会去影响到我平常的机电系统。就像有时候家里那个突然开太多电器的时候，灯会闪一下一样，这就是供电上比较不稳，甚至会造成短路之类的。对，那就供电不稳的状态就会发生。那他们就是利用这种复合的系统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在上个礼拜，我们都看到了美国迅雷不及掩耳的对委内瑞拉出手了。那出手之后呢，现在外界关注的除了格陵兰、除了加拿大之外，还有包括古巴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伊朗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呢？在伊朗呢，现在看到民众最近是纷纷上街抗议一件事情：通货膨胀，因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通膨的怒火也像燎原一般的延烧到全国各地。而英国媒体《泰晤士报》就报道说，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86岁的哈米尼已经准备好要逃往俄罗斯寻求庇护。但更棘手的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也传出正式批准代号叫“铁拳 ”（Operation Iron Strike） 的军事行动，研判美国跟以色列联军可能在72小时之内会对伊朗发动突袭。而在台湾这边，我们的国防院研判呢，就分工来说，认为以色列打击目标应该是以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伊朗的防空武力为主。顺便也钳制他们的地面部队，而美国呢，则可能比照委内瑞拉的精准斩首模式。这个报道言之凿凿啊，把分工之如此精细都列了出来。现在看起来，这个军事冲突真的是很难避免了吗？委员，对以色列来讲，这个是一个难得的一个良机啊，正好是一个机遇，因为它伊朗内部出现问题了嘛，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他以前最大的敌人是埃及，是叙利亚，可能还包括像伊拉克这样。可是这些国家现在基本上都对他构成不了威胁了，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大概20几年来，对他真正构成威胁的，坦白讲，应该是伊朗，因为不管是哈马斯，不管是真主党，不管是福塞组织，也门的福塞组织。这后面的主要的金主跟武器的提供者大概都是伊朗，所以他觉得要把伊朗灭掉，尤其伊朗是拥有制造核子武器的潜在能力，听说现在大概的高浓缩铀有400公斤，所以他给他很短的时间，他可以造出来，就有核武威胁。对，所以以色列觉得这个是摧毁伊朗对他构成威胁的那个力量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啊，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能够对伊朗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说斩首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相信他有能力。但是如果说要对这个国家完成相当程度的占领或是派一大批的部队，不是全面的占领，至少对德黑兰进行某种程度占领，我觉得不太容易了。是因为毕竟这个。伊朗有1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8800万人，这个是一个大的国家，没有错。很多人民，包括行政官僚，都对这些教士为主的这些掌管大权的这些宗教领袖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你的外国的力量进到里头去要攻击他的时候，我认为他们的。要去帮助以色列的可能性，坦白讲不是很高，因为这里要注意的一件事，其实是俄国，因为俄国跟伊朗其实靠得很近了，里海中间只隔一个亚塞拜然。对于俄国来讲呢，你吃掉了委内瑞拉，现在你要把伊朗给整得很惨的话，那我请问你，那我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要继续请教您就是你怎么看？就是因为我们讲伊朗，它毕竟不是委内瑞拉，您也提到了，不管是在文化上也好，宗教上也好，都是非常迥异的。那
我想问的问题是，那接下来呢？如果真的以推翻神学式政权作为现在的主要目标，推翻了以后，美国自己也有前车之鉴啊，有了伊拉克，有了阿富汗的前车之鉴，他怎么去处理后面的 afterward 后面的部分呢？这个是很对，你讲这是非常好。像伊拉克，它就什叶派占多数的这样一个国家，你美国现在还在当地在周遭驻扎大批的美军，所以他现在就范了。你美国慢慢你军力如果退却的话，伊朗长期来看，就那个伊拉克是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伊朗了。所以那伊朗又比伊拉克要大了更多。所以你即使你把这个神学式的政权给搞垮了哈，就这些这个宗教狂热的这些教派把它搞垮，但是我认为那个官僚系统留下来那些官僚系统，他们把伊朗把它稳定下来以后，他们依然不会跟以色列妥协。是，我认为这里面有宗教的问题，有历史的问题，还有很现实的，就是真主党跟他们的历史关系不容易切断，是，包括哈马斯，是，而且就已经有潜力可循了哈。所以林老师又怎么看呢？因为其实这个你到时候像是真的，如果像是一个马蜂窝，你捅了以后呢？这接下来要收拾的烂摊子非常的大，怎么办？英国媒体中东之眼啊，先前其实也曾经爆料，他们就发现说，在半年多前，伊朗跟以色列停火协议签署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呢，中国大陆就向伊朗紧急交付了大批的防空导弹系统，而被认为呢可能是红旗9B，交易的方式更是采取石油换武器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以价值20亿美元的石油换取中方的歼20隐形战机，还有 HQ9 防空系统，还有就是歼14雷达。好，那么我要问的就是这些中国大陆制的武器系统，如果真的是如同媒体报道，那它能够为伊朗的防御甚或是在攻击上面提升多少的战力？我觉得我们这边要先把它分开来看。第一个的话是它的一个战斗机跟它的防空系统，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先说这个战斗机好了。这一边的话，报纸这一边的一些媒体说是这一个歼20，我觉得歼20机会不大，因为歼20的话，今天其实中国它自己生产的量，它自己都没有完全去换装了，还来不及去换装。那你说它要现在全部把这些歼20送去给伊朗吗？因为其实对我们对中共的一个武器的一个研究的话，它现在是什么？研发一代，自己使用一代，外销一代。现在外销的话，它还会不会先是以歼10或其他像之前我们看到的印巴空战嘛，是以歼10这个系统为主的？那你现在就要去卖出歼20吗？除了电子作战的压制之外，也会去大量出动先进的一些战斗机。所以其实就这样子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跟我们很难去从印巴空战，还或者是委内瑞拉来去做一个比较，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变成一场又是中美制造的武器的一场实测大比拼哈？刚刚老师提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到说，这次大家在讨论委内瑞拉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说什么中制武器都没有发挥效果啊？别忘了，武器是人操作的哈。也有阴谋论，不是说这个里应外合之说嘛哈，就是说这个飞弹也好，防空系统也好，都没有起作用。那如果是人不去让它起作用，有没有可能呢？这也是大家在事后呢多所讨论的。好，那现在说到了，刚才提到了 F-35啊，是美国最先进的飞机啊。美国政府有一个问责署哈，最近有一些相关的报告哈，令人玩味啊。因为呢，这个报告就指出，美国空军 F-35A 的妥善率在2023年度只有51.9%，就是刚好过了一半。那数字呢，远低于美国国防部所设定的80%到90%的目标水准。也就是说，平均每2架当中就有1架 F-35没有办法在最佳状态下升空，所以情况显得相当严峻。而妥善率下降的因素呢，最主要是零件短缺跟维修延宕。F-35目前所采用的是由这个参与研发还有制造的各个国家彼此来调配零件的供应机制，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却是呢，零件维修的时间太长了，导致库存耗尽的情况不断的发生啊。所以简单来问，这个 F-35大家都现在说是在6代机之前，起码是5代机的最强空战战机，可是就面对到这个妥适率的问题啊，蔡老师，您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吗？那问题如果说放在日方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去想办法做一个解决。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跟美国买了147架，F-35A 的话是105架，F-35B 是42架。那 F-35B 是要放在加贺号跟出云号上面，
那我们知道日方他们在维修上面的话虽然是非常的强，但是他们还是要去做这一个方面的一个努力。那个努力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去看得出来，叫做马毛岛。马毛岛的话，也就是 F-35A 跟 F-35B 他们做训练，或者是说战时会发生什么战事的时候，整个都会移过去那个地方，那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那这个观察的话，我们也看到大陆的军方嘛，他们最近也有注意到这一个点，所以他们最近经常去，不是只有去什么东海照一照，他去了大隅海峡，也就是在鹿儿岛附近那一个地方，他们会去观察。所以这个的话，当然日方的话也是去做一个努力了。当然他们自己有所谓的三菱重工，三菱重工的话也是希望跟他们做一个合作。而且我们看到，日本跟美国的一个强项会稍微有点不大一样。美国的话，它做一个很先进的东西会很快，可是他们在维修上面来讲就会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样的积极。那这边会有日方去补这个不足的部分吗？这是日方他们希望去做的，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毕竟跟他买了147架，因为他自己有实际的使用需求，一个需求。如果这个147架，你如果说只有一半能够起飞上去的话，对他们一个作战能力会有很大的一种影响。OK， 那您怎么看？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之前也请教过您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英国、意大利、日本3个国家共同组成的战机合资企业要打造的是6代机而且是逆踪战机，这个全球空战计划。那如果现在5代机面临到零件维修时间延宕的问题，6代机的话，是不是应该及早的去思考呢？日方的话，他们确实有在做这一个努力了，但是的话，这跟5代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5代机的话是 Made in America，6代机的话基本上是由日本主导的 Made in Japan。日本他们所擅长的就是一个品质，就好像我们所说的Toyota 生产系统，这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会打败美国的一个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日方他积极想要自己有一个主导权，不能够说所有的武器都跟美国买，因为我跟你买的话，不是只有硬体的问题而已，而且美国并没有把真正的软体整个都移交过去。我跟你买的硬体，我没有一个软体的话，我也不行。所以他们自己希望能够打出一条路出来，但是在这条路的话，跟5代机有一点不大一样的地方是，5代机的话是你飞机不上去的话，武器不能够打出去，不管是飞弹，不管是所谓的炮弹，不管说你一定要飞机要飞上去。但是6代机的话，它是一架飞机上去，它会带很多的无人机。无人机我们可以讲它就是一种消耗品，消耗品然后飞出去没有带回来的话，这个不会有太大的一种问题点。那没有问题点的话，它的良率自然会从 Made in Japan 他们所擅长，会把它做得非常好。这个是我们不同的一种想法。是。那不同想法的话，我们又会可以看到，因为做了6代机，最重要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晶片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好嘛。那非常好的话，这个晶片的取得上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点，所以 Made in Japan 的品质这2个字是他们所挂保证的。好，回到节目，把焦点转到中东地区美国 NBC 新闻在7月17号报道说，美军在6月以伊战争期间呢，空袭伊朗的像是福尔多、还有纳坦兹以及伊斯法罕3个核子浓缩设施，在这个任务当中呢，最后呢，被发现只有1个被摧毁，另外2处设施的损坏是比较轻的。如果伊朗有意图的话呢，在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恢复他们的核浓缩的这些提炼相关的作业。而在此同时呢，美国国务卿 Rubio 呢，跟法国、还有德国、还有英国的外长都已经拍板定案了。定什么案呢？就是把8月底定为和伊朗达成最终核协议的最后期限。美国最近真的很希望设下时限50天也好，8月底也好但是这些时限到了，能不能真的就发生事情，恐怕不一定好，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在最后期限达成协议的话呢，法国、德国跟英国计划启动快速恢复机制，恢复自动要对伊朗的制裁。但是现在除了制裁以外，外界更担心的是会不会又再来一次大规模的攻击现在看到说，伊朗的3个主要的核子浓缩设施那根据这个报道是说呢，只有1个是严重被摧毁，但是另外2个呢是非常的轻微。好，那期限来了，8月底之前，如果伊朗不愿意，甚至是就算愿意，可是呢谈的不是很好，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核协议的话，就真的有可能重新再打一次吗？重新再打或者重新被打，
这不一样的概念。伊朗目前的状况确实是非常的虚弱，坦白说，就是因为已经各种的情资以及实际的情况，看到伊朗本身现在是非常弱的，否则的话，川普不会轻易出手。川普是不愿意打仗的，除非他确定打人家是欺负人，一定会赢。譬如说，他整体的这个所谓的对伊朗的轰炸的情况哦，事实上你可以看他后来的记者会，这就是一场川普典型的川普大秀，也就是美国在这一场对伊朗核设施做打击的这一场大秀当中呢，美国算准的是大概不会有得到太大的、太强势的反击的动作。那之所以会这样判断，就是因为伊朗在过去这几年受到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内部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尤其如果我们关注国际新闻，过去这几年，伊朗的所谓的精神领袖何梅内伊，他事实上他的统治力是大幅的下滑，又受到国内经济的影响。其实伊朗内部的抗争是非常多的，所以伊朗自己本身的前势力不足，再加上军事实力的衰退，就导致了为什么美国会大胆的喊出来，几十天之内或8月底之前，我要你做成协议。现在是用极限施压的，现在正在美国进行所谓的极限施压的动作，就是要逼你让步。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的，不会是重启大规模的战争，所谓的伊朗会大幅的反击，可能会是如果时间到了，你没有办法做到，经济制裁会随之而来。接下来很有可能，因为以色列对伊朗的长期的仇恨，基本上有可能会出现的是再对伊朗发动相关的攻击。那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了伊朗的反击，飞弹打以色列确实有一些伤害，但是整体的综合的战力哦，伊朗确实没有这个以前这么的强悍。甚至包括了伊朗的核设施，它的核设施也还没有达到真的这个核子武器哦。所以以目前伊朗的状况来说，我们只能讲，现在西方国家大概就吃定了你的实力是有限的，所以才会如此的用极限施压的方式逼着伊朗要做出让步。翁皮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这关键的地方就在于说重新再打还是重新被打哈，就重新被打的几率确实是很高的，是因为如果协议谈不下来的话，那唯一的方法那就是给你吃点排头，或是让你吃点苦头哈。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现在怎么办呢？那就赶快要准备啊。这个英国媒体啊，中东之眼就报道说，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停火协议啊，签署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已经看到说中国大陆呢，向伊朗呢用一个方式，石油换武器的这个方式，紧急交付了大批红旗 9B 这个防空飞弹系统。而呢，在先前以色列雄狮崛起超过1200次左右的空袭行动当中呢，伊朗有超过30% 的这个现役战机啊被摧毁。那么俄制的 S-300防空飞弹呢，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就连伊朗自己国产的巴瓦尔373这个防空系统啊，也几乎都没有发挥效果。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它必须要找其他更有效的防御性的武器啊。现在说要借助红旗 9B， 可是红旗 9B 真的能够改善，或者是说真的能够对于伊朗的防空能力达到什么样多大的程度呢？比起 S-300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巴瓦尔373，这一点纪文兄怎么看？刚刚英国媒体这个报道，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已经销售红旗 9B 给伊朗，其实大陆官方始终没有证实，而且从目前来看，这个可能又是虚假信息，这个几率还蛮高的。但如果说就算红旗 9B 已经出售给伊朗，但伊朗如果只买红旗 9B，对它整体防空有没有一个全面性的提升？我认为这个是很难。特别伊朗作为中东地区还算大的国家，国土辽阔，它如果真的要强化它的防空能力，它不是单单采购一型或者几套就能获得大幅的改善，它是要整个一个体系化的建设。那包括防空飞弹，其实中国大陆做的除了红旗 9B 这种中长程防空飞弹以外，其实我们都知道，印巴空战的时候还有卖给巴基斯坦这红旗16算中程的防空飞弹。那另外，如果要便宜又好用，性能稍微没有那么好，还有红旗22。你如果要进行所谓的反导系统拦截，你是不是还要买红旗19这种具备反飞弹能力？因此，大陆手上其实有好几种系统可以卖。如果他要做到一个严密的防空体系，其实这些他都要搭配来采购。对，而且不是采购防空飞弹系统而已，他还要预警雷达、空中指管系统等等地次建设，就地来制空这个角度来看，才可以打造一个比较完整绵密的防御体系。另外
如果你还要做到更高等级的防御，你是不是还要添购新型的战机和地空飞弹互相搭配，你才可以确保你国土的安全？但我们从这样简单介绍就知道，它不是1年2年，可能是5年10年，而且要投入很大的资金，你才可以建设完成。因此，就那么急迫的时间，我认为对伊朗来讲，目前确实很困难。你不是添购个几型防空飞弹或少数，你就可以扭转目前的劣势。而且目前这个欧美国家对它可以是步步进逼。伊朗未来是不是又会被挨打？可能端乎他和美国相关的谈判而定。如果他的态度还是一样很坚决，我还可能恢复所谓的浓缩铀持续精炼，而且达到武器级的地步。如果他还是展现这样态度，我认为他被打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那您觉得就是从他们现在最近一连串动作，是不是也想说，反正我就是 Plan A， 就是我谈成协议 ，Plan B 谈不成，再度就是刚刚讲重新被打。所以我得赶快买一些防御性的武器。对，我认为都互相在放话。伊朗就是展现，我要防御自己的决心，但他在某些问题上，我认为他势必要向美国等国家进行妥协。那以时间来换取他未来这个核计划如何推进一个空间。那对于美国来讲，这个就是极限施压。川普向来一个特色就是我的大棒在后面，逼迫你立刻按照我的游戏规则来走。至于说双方如何拔河，达到什么样的地步，我认为这就是谈判的艺术，还有对于国家利益未来的选择了。我现在就是最坏状况就是再度被打。那被打之前呢，总要想办法做些什么哈。所以你看到最近伊朗还有一连串的动作，就是联合其他跟他比较友好的，不管是组织啊或者一些团体哈。那《华尔街日报》呢就报道说呢，也门政府军最近在红海沿岸就拦截到了新一批伊朗准备向青年运动组织所交付的飞弹跟无人机。另外呢，叙利亚新政府呢也在和伊拉克还有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地带查到了伊朗运送的俄罗斯制的相关这个体系的这个多管火箭系统 BM-21而黎巴嫩陆军呢也在叙利亚边境查扣了一批运给真主党的俄制反战车飞弹。以上的迹象都显示说呢，伊朗现在正在重新进行一场战略的布局啊。好，那所以这个背后的主要战略思维是什么？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讨论的，最坏状况就是再被打一次，而且这一次可能被打的程度不见得会亚于上一次哈。依照美国西方国家这样的一个比较强悍的这种手法，所以现在把大量的军火运给也门叛军、真主党这种做法，伊朗在想什么？伊朗就是在想说，要跟他的子民讲，这个我们永远受到阿拉的这个眷顾哈，这个，但是他其实就是强弩之末啊。因为我们这样看这样一个问题，那如果你看美国对北韩跟对伊朗，它完全是不一样的态度。因为它所谓表面上防止核武扩散，它评估一个很重要依据就是说，你的核武到底成熟了没有？其实美国对北韩是有极大的顾虑，他认为它是成熟。那伊朗你看起来就是吓唬人嘛？如果你很成熟，你要不要输出给这些你的朋友啊？那不就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这个我们衍生来看的话，这个中东的局势应该已经确定是大势已定了。就像我刚才提到说，它最关键是说美国或是西方的国家，他们评估就是伊朗的这个核武器它就是没有这么好，也不可能有这样子一个威胁。那你也差不多可以适可而止了，因为就像刚才来宾提到的，他这几年受这个经济的制裁等等，他整个国家的力量，甚至连这个神学式的政权都是岌岌可危啊。那后面呢，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美国跟大陆的态度很关键啊，因为美国其实很明白，就是他赶快从这边去抽离他的力量，也讲白就是要回到亚太去对付这个大陆哈，从这个俄乌战场，还有从这个中东。那大陆呢，就像刚才纪文兄提到的，就是说真的是不是有提供这样子一个红旗9B的武器？看起来是有，又看起来是没有，但是它不是影响我们刚才提到说，还是防止核武器扩散是最关键的一个考虑要素啊。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再去回顾这个那至于说会不会对以色列形成威胁啊？其实这个中东，我个人认为它一个很大的关键还是说，反正后面的问题是怎么让纳塔雅胡适可而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中东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就是说他们内部的这些力量经过这些战争之后，他们似乎是更巩固，
啊，那他也不提说所谓的威权跟民主，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国际上，它的确是实力主义，也没有办法说真正讲到说所谓的正义啊、和平、民主，因为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战争之后，本来事实上在在这个以哈冲突之前呢，大陆就已经介入了，跟这个希望促成沙特去跟以色列去这个和好或复交，所以。经过这个战事之后，会发现他们又回到原来那种封闭社会。如果我们从伊朗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一方面呢，他必须要避免再度被打，然后所以必须要加强防御；一方面呢，把这些有攻击性的武器呢，就是分送到跟他友好的，不管是胡塞青年组织啦，或者是说像真主党啦，就是从他们的手中能够就近的去造成某些程度的破坏，是这样的感觉吗？他当然必须要展现某种程度我还有筹码这种讯号出去，可是实际上把筹码打到桌上之后，要看看别人的牌是不是比你大。有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你有一张 K， 结果人家有一张 S， 就差距在这里。可是你还是要展现出来，我是坐在这个谈判桌上要跟你谈判的。那当然，刚刚老师其实也说的没有错。事实上，伊朗的神权政权，它现在可能更重要的是，在经过了一番争斗之后，它必须要向伊朗国内的民众展现。我们的这个政权还是有能力带领伊朗继续往前走啊。事实上，伊朗的总统虽然神学这个何梅内伊他感觉是很强势，可是伊朗的总统相对是温和派的，所以伊朗总统事实上现在本身就已经在推动各方面的这种。传递出来是愿意去谈判，愿意去跟这个西方国家来进行交流。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虽然表面上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调动，有部分呢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附随组织对于伊朗本身的要求，所以必须要继续给予这个作为大哥必须要给予支持。可是也许在给予的过程当中，也告诫这些附随组织，可能现在稍安勿躁，你有你这些武器自保就好，不要轻举妄动。伊朗真的是他自己内部问题也很大。其实我觉得他此举也是围魏救赵啊，因为伊朗这次被以色列攻击，其实主要就是他侧翼组织一一被大幅消灭或者削弱力量，因此他被攻击没有办法这些附随组织造成一个侧击侧翼，对不对？因此重新武装这些组织。具备一定的能力，对伊朗来讲是等于确保安全、分散对手、针对性一个焦点，一个很好的做法。因此我认为此举其实挺聪明，因为你支援的武器其实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武器，都是这些传统武器，但也可以适度增加这些武装力量，它针对以色列造成的一些威胁。毁灭倒不至于，但是破坏起码可以造成。是啊，这是他现在在想的方法，不会是至少集中的被成为一个 target 一个靶，然后被这个。